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环世界的视频了。感谢大家对上一期视频的投币点赞的支持啊，也感谢大家对这个系列的期待和喜爱。也收到了大家的很多意见啊。首先第一点，我就把这个整体的 UI 界面已经调大了啊，但是这个游戏由于它的这个界面比较小啊，已经是我现在的这个视频的比例下最大的了，希望能帮助这个手机的观众看着稍微舒服一点啊，稍微放大了一些，但是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尽量的放大了。那第二呢，就是有很多小伙伴提到的有关于模组和这个 DLC 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呢，由于这个游戏已经是个很多年的老游戏了，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有的小伙伴觉得我说的太多了，对于萌新来说说这么多太那个劝退。但实际上呢，这个游戏由于它的复杂度就摆在这里啊，如果不把这些东西说在前面它积累的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到后边早晚是要崩档，早晚要出问题的。我还是习惯把这些东西说在前面啊。这算是我个人的一个解说风格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的，那废话我们就说到这里啊。那一上来呢，我们先让这几个小人落下来啊。那作为一个复杂的游戏呢，一上来我最先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 UI 的操作界面啊，怎么来看这个界面，以及这个到底是怎么事儿啊。首先，我们的基地的所有的殖民的这个小人都会在这个上方来进行显示啊。关于这个显示呢，是有一些模组在这个里边，也有一些本体的设置啊。我们在这个游戏里的设置里，在这个游戏里啊，你就可以不是啊，在这个界面里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上面这个设置的选项啊。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显示我们这个头像下面的武器啊？我这里选的就是总式，这是一个原版的内容啊，不是模组的内容。以及我们是不是要显示这个心情的这个背底显示呢？我这里边是打了一个模组的，但是在原版当中也有一个背景的这个显示啊，只不过它的显示没有模组明显啊。以及在我们的这个放大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有个高亮显示轮廓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就是我们的这些单位啊，在这个地图上是有一个高亮轮廓的显示，这也是一个原版的内容，它不全都是模组的内容啊，原版也是有一些便捷的功能的。然后上面就是我们的小人，我们可以左键去选择每一个小人啊，单独选双击它就直接把屏幕放到它的正中心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鼠标右键摁住去拖动它，就可以改变它的位置。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框选，就把它们三个作为一组啊，就可以框选住。然后呢，这个小人平常的时候呢，我们选中一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细致的去操控他们的。但是如果我们摁了一下 R 键啊，也就是这个里这个征召的命令，它就进入了一个战斗模式。战斗模式的小人，我们就可以去细微操它了，去选择让它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把一个殖民地里近战的单位分成画到右边啊，非近战的远程单位放到左边，我们框选，然后摁 R 把它派到这边，近战的单位派到这边啊，进行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就是这么来实现的。这是最上面的这个地方啊，显示的是名字，背底的这个条呢显示的是这个小人的心情啊，然后右上角的这个小地图呢是我的一个模组的功能，如果你不带小地图是没有的，这个原版的内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能极大的降低难度啊，这是一个降低难度的一个选项，个人选择可开可不开啊。然后再看屏幕的左下角，这里呢显示的是我们鼠标指的这个格子，这个地面的材质、光亮以及它行走上去速度和肥沃度等等啊。我随着我们鼠标的移动呢，这顶上会有一些变化，跟着这个地形的不同会有一些变化，在左下角显示。右边这里呢显示的分别是我们现实的时间啊，这个游戏当中的温度，然后天气，以及这里我们把鼠标进行悬停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游戏是有一个一年四季的。我这里呢，由于迫降的是这个沙漠，所以是恒定夏季。然后这个游戏当中的每一个季节是15天，一共一年是60天啊。那即便是在恒定夏季的沙漠里，它也会随着比如说翠象在我们生活中就是春天，褐象就是夏天啊。在褐象的这个恒定夏季里温度会更高，在素象的恒定夏季里的温度就会更偏低啊。这是有季节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游戏的速度，空格键是可以决定这个暂停与否，1、2、3、4呢分别是它的这个不同倍率的速度。再往下呢，其实是一些 UI 便捷的显示啊。我这里是有很多模组的内容在里的，原版的内容没有这么多啊，我也会把原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贴出来。这里只要注意几个事情就好，我们用到其他的再说啊。首先第一个，这边有一个小房子的按钮，原版也有的，我们先把它取消掉。这个东西呢是自动添加居住区，居住区呢就是小人会去打扫、会去维修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自动添加呢会选一个很大的范围，不利于我们管理啊，所以把这个自动关闭、自动添加取消。然后我们把这个开关自动被重毁的建筑这个要勾选。假如说我们在居住区中的建筑摧毁了、被摧毁了、被打掉了，它会有一个虚影的状态这个出现，然后小人会自动去把这个虚影的东西，只要有材料给它再重新修建回来，这个给它选上。
这两个开头的时候给它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右边的其他的这个 UI 呢，我们用到的时候再来给大家一个个的讲，这里不说太多。然后再说最下面的这些工具栏，这个工具栏呢，由于跟你选用的这个 DLC 的数量以及模组的数量有关系，它会有所不同。我们这里只优先先讲原版有的对游戏影响比较大的。首先先说这个建筑规划，这边呢外边的这个图标是模组的功能，就是一个好看啊，没有什么别的用。然后如果你有文化和生物技术和意象的 DLC， 它会分别会有3个选项卡。然后更多计划是一个模组的功能，原版的话就只有上面的这些命令啊，这些是一样的。具体每一个是什么，我们到游戏里慢慢说。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面板啊，在这里叫做建筑规划。第二个呢是工作，我们来开始设置我们小人的工作。这里呢，如果你是一个缺氧玩家，你就觉得很熟悉啊，这个界面跟缺氧的那个优先级设置很像，也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功能。这设置的是小人能做哪些工作以及工作的优先级啊。如果你是一个原版玩家呢，你的这个界面没有我这么多，你的这个能勾选的数量也没有这么多。我这里有一个模组呢，它最大的功能呢是把一些工作进行了细致的拆分，比如说医生的这个工作，医疗的这个工作，原版里医疗、护理、手术这3个都在一起啊。那有的这个医生这个功能呢，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小人都要点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战场上受伤了的时候，我们让小人可以，如果他有医生的功能，他就可以给自己进行包扎啊，这是比较方便的。但即便他的医疗等级不高，但是只要能包扎能止血，他就不会立刻死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他能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包扎，不意味着他能给病人做手术，所以把这2个进行拆分呢，是很有利于我们进行细致的管理的。所以模组做到一个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把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拆分，有也行，没有也不影响，也能玩，就是没有那么便捷啊。然后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最左边的优先级越高，这里是有提示的啊，也就是说灭火是在第1优先级，勘探是在最后的优先级啊。然后我们选择自定义优先级，如果是按原版的这个优先级，它就只是分为勾上就是能做，没勾就是不能做啊。然后画了一个红框，就代表着它虽然现在勾上能做了，但是它的技能偏低，做这件事情很可能会有问题啊。然后如果你的小人这里连个框都没有，就代表着他无法从事这项工作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自定义优先级打开，它这里也就告诉你了，跟缺氧不一样，我们是就是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数字越大优先级越低啊，跟缺氧是反过来的啊。所以我们这里勾上以后呢，我们来自定义一些数字的优先级。首先灭火是整个殖民地的第一要事啊，我们摁住 Shift， 摁鼠标左键，摁这个字，摁住 Shift， 摁鼠标左键，按这个字就会可以所有的人的这个优先级一起调啊。灭火和就医是整个殖民地的最高优先级啊。然后医生无论他的医疗等级、技能的等级是多少，我都建议大家把它选上啊。最低你如果嫌他的医生的这个技能不好，就给他调个4。我这里呢，因为所有的时候选人的时候，所有人都加了这个医疗技能都还可以，我们就都是3就可以了。护理这个主要是救援的工作，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给它调一个2啊。然后手术啊，这个东西只给殖民地里最高医疗等级最高的2个这个人做啊，如果只有一个就有一个。我们这里有2个医疗是8的人，所以优先让他们2个做。手术的优先级还是很高的，我们也调一个2啊。然后休养这个东西，我建议给它就是取消掉。休养呢是决定了小人生病的时候他是不是要休息啊。生病我们要自己根据他生的病的种类来决定是否要让他休息，最好手动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小病他也不用调，不要去给他设置一个统一的优先级啊。保育是照顾孩子啊，我们这里没有孩子就算了。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我们的模组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搬运是模组的功能，叫做紧急搬运啊，这是一个模组的功能。我们给大家稍微的扩展一下，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东西，这里有个紧急搬运按钮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决定是紧急搬运的优先级。一般来说，这个模组就是让我们搬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用的，所以紧急搬运我个人习惯给它调的比较高的。然后后边的这些每一个都是什么，大家这里上都有字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去看啊。我这里呢就不全讲了，我们就按照我的习惯去设一下。监管就是跟囚犯聊天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所有人都能聊，即便是聊的效率不高，但是也可以聊，只不过有一个人优先去聊而已啊。至于饲养这个驯兽，我们没有动物先不开。烹饪这个东西，我看到上一期有很多视频这个弹幕里在说啊，没有必要要烹饪的小人啊，然后我们可以用营养膏，可以这个用机器人做饭啊。但实际上呢，你们说的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适合萌新啊。营养膏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在我们的建筑规划里有一个生产机器，这里叫营养
养膏合成机，它能合成的这种食物呢是会减小人的心情的，心情崩溃，你的殖民地可能会发生大问题啊，所以不推荐新人用营养膏去做饭啊。虽然它不会食物中毒啊，虽然它可以给你省掉一个做饭的人啊，但我不推荐你用营养膏啊。然后呢，烹饪机器人更是必须要有生物技术 DLC 才有的内容，如果你没有这个 DLC，压根也没有这个内容啊。所以我推荐大家去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烹饪的小人啊。我这里是有2个人去负责烹饪的，就是02啊，烹饪呢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高优先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优先级调得高一点啊，让它优先去烹饪，再去这个屠宰啊。然后这个只是一个备用的，我们调到4就好了。狩猎这个我们人为来控制，这里不用改啊。然后修缮、卸除、建造其实都是建造啊。建造这个一定要让专人做，就是只有建造技能的小人才做。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修建一个门、一个墙啊，如果建造等级低的人，他修建的时候是个失败了，这个材料是会损失的啊，所以消耗材料了。那我们就只让建造等级比较高的人去建造啊，其他人不用建造。但是修葺和卸除它跟这个技能就关系就只影响速度，它不影响成败与否，也不影响材料，所以其他人在紧急的时候也可以做，所以给其他人开个4啊。然后割除和这个割除就是砍树大家都可以砍，只不过种植又技能高的人他砍树比较快啊。然后收获这个东西其他人就不要干了，因为一旦收获失败了，这个材料这个物品就消失了啊，这个作物就等于这个季节就白种了，血亏啊。所以收获一定要让有收获技能的人去做，这个人呢就负责收获和种植呢倒是所有人都能干，但只不过我们的作物都是有种植等级要求的，即便让他干他也未必干得了啊，你这个里选不选意义不太大。然后挖矿我们也是有专门的小人的，这个小人专门负责挖矿，那他挖矿的优先级就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的这些小人，第一个小人他是负责建造以及所有跟这个加工相关的这一条线啊，这些所有加工的相关的这一条线上都是他负责，是我们的机械师、手工大师。第2个人呢是负责烹饪和种植，他的优先级最高。第3个人呢是挖矿的这个人呢，除了挖矿的时候，其他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闲的，那他就可以干一些后勤的工作，比如说清洁，比如说给这个建造的时候供运材料，比如说搬运物品啊，这些东西他都可以做。所以把这个给它调得高一点，包括研究它也可以做啊。研究这里呢一定不要用一个非常低的优先级，为什么呢？因为研究在整个的优先级列表的最后，假如你放到3的话，它会把前面所有的3的任务都检查一遍，都没有了之后，最后才来研究。而研究呢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啊，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提的稍微的高一点，最好能到一个2啊，最低也是一个2的一个水平会比较好啊。其实在我看来要不1也可以啊，因为它除了采矿以外，最优先的事其实还是做研究啊，清洁这些事情可以后边再做啊，影响没有那么大啊，前边还是调成1比较好。但是研究这个事儿呢，所有人都能干，所以把所有的都打开就可以了啊。然后这边呢，这些手工加工的事情，我们用专门有人来做。但是切石头这件事，所有人都能干，我们所以把这个都给它调成4。最后实在没啥事儿的时候，都可以干熔炼啊、切石啊、精炼啊这些事儿啊，所有人都能干啊。但是在原版当中呢，像是切石啊、熔炼啊这些东西都在制造里啊，包括炼药这个东西都在制造里，而什么熔炼啊这些东西和装配什么东西可能在其他的技能里啊就没有办法分得这么细，这就是模组和有模组和没有模组的差别啊，具体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设置。这是第2个界面。第3个界面呢叫管制啊，管制主要是决定这个小人在哪一个地方活动的。刚开始我们默认都是没有限制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时间表啊，这个时间表我个人的习惯呢是不规定他们工作的时间，但是规定他们娱乐的时间啊，晚上睡觉的时间规定了，然后娱乐的时间规定，剩下的时间你不要让他们闲着，他们就一直工作了啊。我习惯是早上娱乐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里我们有一个食尸鬼啊，食尸鬼呢，由于你不管它的话，它会整个图去来回闲晃。但是如果我们来了袭击的时候呢，它又不在我们的身边，会很麻烦啊。所以我会这个习惯给食尸鬼画一个区域。这里我们选择建筑规划，选择区域，选择一个添加一个活动区，这么样添加活动区，就选择一个活动区1吧。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啊。这个形状是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模组啊，这是模组的功能。模组的这个功能呢是可以自定义你画的这个框选的这个形状，我们给它取消掉啊，往后回选择这个正方形，我们就能画出一个正方形来了啊。我们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再选择管理活动区，把这个区域呢命名一下，命名成停尸房啊，我一般管它叫停尸房。然后呢，我们就让管理的过程中，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食尸鬼都放到这个停尸房里啊。这停尸房我一般会放在冷库里，因为他们要吃生肉嘛。后边这个地方
方可能会比如说放到冷库里，让他们待在冷库里，方便我们去随时召唤啊。这是管理啊管制这个地方。数值是一个模组，我们先不看啊，然后最后再看方案。方案是整个下面的这些列表里最重要的一项啊。你这个东西设置不好，你后边的出的问题可能会出的很大啊，一定要注意啊。首先这里有一个御敌的反应，有3种模式：无视、反击和逃跑。默认是逃跑。逃跑的话，如果敌人是个远程的，他就一直白嫖你啊，你就往前跑，他就追，他就打你啊，这个很不好啊。所以我一般来说我设置成反击啊。这是反击。第二个呢，是一旦遇到伤病的时候，他们的用药方案。这个游戏当中呢，有3种级别的药材：草药、普通医药和最高级的这个闪耀世界的药啊。一般来说，我们遇到这个普通的伤病，就是用口水涂一涂，就是手搓一搓就好了，也叫手搓啊，手搓一搓就好了。所以我们就都不选择用药，因为药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贵的。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更改默认设置，然后把所有人的都变成手搓啊，就是救友方的这个伙伴也好呀，救什么食尸鬼囚犯也好呀，就都手给它搓一搓就可以了，选择都成手搓啊。然后我们来设置后边的4个方案。首先是着装方案，管理着装方案里面我们先新建一个，然后呢在这里选择这个符号呢，就可以给这个着装方案命名，比如说我们就命名成家人啊。着装方案呢，推荐大家把这个耐久度一定要修改，设置成51%以上，因为小人穿着耐久度低的衣服是会掉心情的啊。这边会提示穿磨损的衣物啊。然后呢，把死人的衣服给它取消掉，小人穿死人的衣服也会掉心情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了方便管理，我个人的习惯是把这些全取消，然后只在杂项里选择我们现在穿的是实验服、衬衫和裤子。其他的衣服呢，即便掉在地上，他们也不会随便的去捡去穿啊，因为有的时候乱穿衣服，这个属性会变得很奇怪，而且有些东西会找不着，所以我个人的习惯是这么设置啊，只允许穿实验服、衬衫和裤子，其他要穿的我去手操它，让他们去穿啊。这是有关着装设置。第二个呢，管理食物方案，我们再新增一个，选择命名，仍然命名为家人。然后呢，在这里把吃腐烂食物给它擦掉。吃所有的生食给它擦掉，吃什么制成品、原材料、尸体这些全都给它擦掉。然后在这边呢，婴儿食物不选，干草不选，粗饲料不选，只保留干肉饼、巧克力和烹饪食品。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方案，我们家里人就可以这么吃啊。如果呢你管得再细一点，其实可以把营养膏也给它擦掉啊，等后边有营养膏的时候可以再修改，现在不管也行啊。那我们就这样了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记着，这个设置完了之后，把这个要选上啊，都给它选上家人。选上家人，左键往下拖就可以脱选。脱选这个应该是个模组的功能，原版好像没有，没有你就一个个的选就可以了啊。然后是管理用药方案，这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用药方案啊。这个用药方案呢，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游戏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成瘾品的管理啊。这个希望新人的小伙伴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不要用我们正常世界观的道德底线和这个什么来评价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的特色就是抛弃那些伦理道德的东西，什么吃培根肉呀，摘取器官啊，什么贩卖人皮沙发呀，什么成瘾品啊，这都是这个游戏的特色啊。如果你接受不了呢，那可能你不适合这个游戏啊。但是不要用正常的这个伦理道德去评价这个游戏的这些设置啊。然后呢，成瘾品呢，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让小人成瘾，因为他一旦某种药物成瘾了，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薄片啊，这就是一种是吧，懂的都懂，它都是一种那个啥的东西啊。一旦吸多了啊，它就会上瘾，上瘾了之后一段时间吸不到呢，它就会有戒断反应，会影响它的这个等等很多的属性啊，这个会很麻烦。所以最好呢，在这个方案里呢管理一下，让他们不要去吸食这个成瘾品啊。等到需要吸食的时候，我们再人为手动的改。初始的时候，我这里说的是初始的时候啊，我们仍然建立一个新的用药方案，仍然命名成家人。初始的时候建议大家就全擦掉就好了，等后边再怎么改的时候，我们到游戏后边再跟大家说啊。但是呢，由于我们这里因为有基因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括号，有一个精神药物依赖。这是由于呢，我们小人在捏基因的时候，为了平衡基因点数，选了一个精神药物依赖的基因。这个基因的负面其实是很强的，一段时间这个小人如果不吸食这些成瘾品的话，他就会有问题，而且是严重了还会死人啊。所以这个如何来平衡这件事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看有的很多小伙伴觉得生物技术 DLC 很简单啊，加了就轮椅了，但是这是对于老玩家来说啊，你对于一个新人玩家，如果你不会选的话，选了一些很差的基因，对他来说其实也是很难的啊。这个东西知道了就简单，不知道就很难啊。然后这个精神药物依赖后怎么解决，我们后边再跟大家仔细的说。但是我这里需要跟大家说的是，一旦你有一些药物的依赖或者是成瘾的时候，你的这个方案里
即便你选择了这个全都不吸食，但是当它崩溃或者是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就是不受你控制的时候，它有可能会突破你的这个方案限制啊。比如说它心情太差了，它崩溃了，它有可能去大量的去吸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个是提前说明的。然后最后一个是阅读方案，这个是我们1.5版本才加的啊，现在版本里是有书籍了。然后魔晶应该是意向 DLC 的吧，反正我个人的意见呢，这个就在这个任意上去编辑就好了，我们就不新建一个家人了，我们就把这个魔晶取消掉啊。我这个档是不做非人化的，我不想去让我的小人非人化，所以我就选一个把魔晶什么的都不看就好了。然后最后一个携带是可以让我们携带一定数量的药物，每个小人身上带一个救急的药物来方便应急。哎，这个管理方案的这个地方就也设置好了。这些都设置好之后，哎呀，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正经的游戏了。一上来呢，我们先选中一个小人啊，你选中一个小人，你就会发现你左下角的界面怎么长得跟我不一样啊？原版的界面呢应该长得是这个样子啊，你的信息会比较少啊，没有太多的其他的信息。我这里呢是打了一个模组，让这边有更详细的这个信息显示啊。有需要的小伙伴自己去我的这个创业工坊去订阅啊。然后呢，我们先让他把这个车给它摧毁一下，它在我们的整个地图的最中间太挡害了啊，太挡我们了。然后呢，你觉得这个小地图太大了，也可以把它收起来啊。我们首先呢上来呢，到了一个地图呢以后，我们先做好了这些设置之后，我个人的习惯呢，先保存一个存档啊，以防你中间崩了，你这些东西还要重新设置啊。是我个人习惯先保一个存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地图的一些这个资源的分布，来决定我们的基地的规划往哪里规划啊。那这里呢要开始跟大家说右下角的这个地方了。首先勾选这个是支撑力显示，这个东西呢一般来说只在沙漠以及在沼泽地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沙漠是有这种细沙地，细沙地呢是没有办法放一些高重量的物品支撑墙什么的，你在做初始的建造的时候要避开，后面没有办法去改造地形的时候，这个科技比较靠后了啊，所以初始的时候要想办法去避开它，这是支撑力。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呢是生物技术 DLC 里才有的，我们加了这个污染啊，我们勾选了这个就看到红的这个地方就全都是污染。我们初始的这几个小人呢，虽然有基因啊，所以他们不怕污染，但是我们后边招的小人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规划的这个居住区最好还是不要在污染的地形上，并且呢，你的地啊种植的这个土地最好也不要在污染的地形，污染的地形会影响你种植的作物的，所以我们最好还是选择一个污染比较少的地方作为一个规划的初始点啊。那现在这么看来呢，这个地方啊，这么一大块啊，或者是这里加上这里这一大块都是挺不错的，后面等我们能大规模的处理地形以及污染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些事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看可种植，把这个就可以勾选掉了，污染这个勾选掉。然后这里就是肥沃度的显示，越绿的地方代表肥沃度越高，黄的地方就很差，红的地方就是跟污染的地形重合，这个地方就不太适合种植了啊。所以这里你要看好你的地方到底是种在哪里啊。我们这个地形呢，由于我们这个是沙漠，所以绿色的很明显，不看这个也无所谓啊。这里明显是我的种植区啊。然后呢，上一期的最后呢，我给大家看了一下我的基地规划，很多小伙伴觉得太复杂了，看不懂啊。其实你并不需要看懂啊，这个东西也不影响。我这里就先把它放下来，我们之后也不看它，等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仔细的去讲啊。我这个基地呢，我也不去追求非得放在什么正中心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地图本来就应该要因地制宜啊，你要根据你的这个地形的这个初始的状况去决定放在哪儿，放在正中心，这个大多数的图都是不适用的啊。那由于我这个基地左下角刚好是种植区啊，我这边刚好有一块绿地，我就想放在这里了。然后这里有一块细沙地，我要让我下边的这个地方是我的这个阵地啊，我要想我的阵地不受这个细沙地的影响，所以我要稍微的避一点这个细沙地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尽量保住这个种植区的位置。那大概呢，这里就是我比较合适的一个初始选择的一个建家的位置啊，就是放在这里了。这个地方，这个是我用模组保存下来的一个规划图啊，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我们只要知道啊，就先把它放下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大概先确定一下我初始的房间造在哪儿，避开这个黄色的部分造初始的房间就好了。那我大概先用这边的一片区域啊。那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区域之后呢，我就在这个结构里选择墙呢，你又去左键点击它，你就有一些材料的选项啊。我这里由于是沙漠，所以我只能用钢铁墙，因为木头非常非常的稀有，我们要留着木头做别的东西啊，所以只能用钢铁墙。你如果是其他不缺木头的地形，都推荐初始用木头墙啊。哎，我们初始呢先画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啊，也不用画太大啊。比如说我们就先把这个有点太小了。比如说我们就先画个这么大的房间啊，就这样规划出来。如果你想取消呢，你就按这个取消的按钮把这个东西取消掉。然后除了墙以外呢，我们还要再画一个门啊，
画红的这个点是我放门的地方，所以我这里就把门放下了。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就没有用了，我就可以把它勾选掉，我就不看它了，不给大家看，省得大家心烦，对吧？我们先把初始的这么一个小房间给它规划出来，然后规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选择区域，选择储存区啊，我们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搬到储存区里啊，这边随便画一个储存区，也先不去给它进行任何设置啊。这个时候呢，你发现我们迫降降下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打了一个叉的，叉就是禁用的意思啊。我们摁住这个建筑规划，选择命令，这里一个标记允许的这个命令，然后我们去框选。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它解除啊，就可以让小人去使用这些材料了。他们呢就会把这些材料搬运到这个储存区里，并且去建造这个小房子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小地图的功能有一个快捷的功能啊，因为除了这些落下来的材料，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材料散落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钢铁啊，我们选中这个钢铁，在小地图上点击这个放大镜，你就发现这边有2个点，这里也有2块钢铁啊。我们也可以把它们鼠标左键框选，然后摁 F， 也可以给它允许掉，然后把这个取消掉啊，再把它关掉啊，就不用看它了啊，省得它对我们进行一个干扰啊。这样我们初始的材料就允许了，让他们去干就好了。然后我们意向的这个剧本开局的话，初始就只给了1把枪啊，其他的就只一个小匕首啊，所以我们就只有1个人能用武器啊。那我们就让1个人先去装备武器，选中这个小人，右键你想去互动的物品，然后让他比如说强制装上，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衣着方案里选择了让他们不允许干这些事情，现在就是让他们强制干啊。我强制装上这个背包啊就好了，让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点的防御的措施就可以了。然后让他们去自行的干该干的事情。然后初始呢画了一个小房间之后呢，我们先放下几件套啊，选择家具。然后先放下床啊，床是影响小人心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这边有床，我们同样的做钢铁床啊，先选择一个这个床我先取消一下啊。选择这个钢铁床之后，按 QE 可以进行旋转，把这个床头对着外面，然后再选择一个双人床啊。然后呢，把这个床头跟它这样并排的这样摆，床头呢都冲着外面啊。为什么这么搞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去这样摆啊。这样摆，我就可以摆出这样的一个形状，中间呢可以放一个床头柜儿，这样的因为床头柜儿只能放在床头的旁边，也就是放枕头的这个位置的旁边啊，所以这一个床头柜儿就让这4个床都吃到了加成，这样摆呢是比较节约空间的啊。然后呢，除了床头柜以外呢，床还可以给它配一个矮柜，矮柜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床的舒适度的，无论是床头柜还是无论是矮柜还是这个床头柜啊，都是用来给这个这个物品增加舒适度的，让小人躺在这里有更加的高的舒适度啊。这里既然说到舒适度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小人，给大家看看小人的一些需求。点击这个小人，选择需求选项卡，你就可以看到小人所有的需求了，都是以进度条的形式显示，包括饮食、休息、娱乐、美观、舒适这2个相对比较小的，证明是次要的这个需求。美观就是周围的环境啊，舒适就是跟这个家具啊、凳子啊等等一系列的有关啊。一旦这些东西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值，它都会因为这个东西扣心情啊。然后心情呢，总体的条数在这里显示，一旦心情低于这边有3个等级，分别3个小数啊，崩溃临界值分为轻度崩溃、中度崩溃、重度崩溃。这个不同的崩溃等级，它的崩溃的反应不一样。重度崩溃有可能，比如说直接就离开殖民地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或者比如说直接就疯了，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尽量呢，即便崩溃，也不要让它到重度的阶段啊，一般在17%左右就要想办法去帮他维持心情了。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所有能让他降心情的事情，比如说尽可能的提高他的生活待遇，对吧？然后除了这个床以外呢，还要提高他的生活待遇。我们在建筑规划里，我们在这里再选择家具，选择桌子。桌子跟你所选的文化，你可能外观上会有一些差别啊，但实际上都是桌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别的区别啊。我们就我看看放在哪儿啊？我这个初始的空间画的比较小啊，所以地方紧凑了一点，但是没问题啊，我们先放下去啊。然后呢，这边有几种凳子，分为小凳子、餐椅和扶手椅，舒适度依次增加，但是需要的材料也更高啊。你可以看到左边那个选项卡，它也需要更高的建造等级和更多的材料。我们初始比较穷，我们就用这个小凳子先坚持一下，我们给它配2个小凳子。然后一上来呢，最重要的事情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放到生产选项卡，选择基础研究台，这边我们造一个研究台啊。研究台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虚影的凳子的这个在这边啊，这代表着小人需要站在这个位置进行研究啊。那如果你把这个地方跟别的东西进行重叠，它会告诉你建造不了啊。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选造一个就是
能站人的地方去放但是你会发现呢，已经有凳子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可以放的有桌子的地方不行，但是有凳子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矮柜的地方不行，有凳子的地方可以，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结构，让他们共用这一把椅子，前期比较节省空间和节省材料然后这初始的几件套就放下来了。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要再放下2个东西，一个是屠宰台。屠宰台你即便选择是钢铁的，它也需要消耗原木所以原木一定要稍微的留一些，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原木的。然后切石桌，我们也放一个钢铁的切石桌放下来这2个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前期都会用得到把这2个都放下来。然后让他赶紧把这个垂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需求饮食，初始我们给了一些食物，休息我们给他造了这个床，娱乐还没有美观和舒适只能慢慢的再搞了。初始由于我们刚掉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殖民地的乐观这个东西能加很多细性，天性豁达是我们基因加的，很低的殖民期望，这个东西是跟我们整个殖民地的财富值有关的。什么是财富值？我们之后再说。穿着衬衫是我们文化 DLC 加的一个加成所以你有了 DLC 以后，你的这个心情加成加的非常的多，所以会变得简单。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DLC 会让游戏简单的原因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娱乐。我们在这里选项最简单的娱乐呢，就是这个马蹄钉我们就把这个马蹄钉放在室外就可以因为现在室内的空间比较小，放在室外让他们去可以没事去丢一丢，就开心了就可以了。那这样的小人初始的一些需求，我们就现在暂时的就满足了当满足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考虑一些别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的食尸鬼，呢，它是必须吃生肉的初始呢会给我们掉下来一些这种扭曲的肉，这种肉呢不要让小人吃是跟我们的培根肉、虫肉一样，吃了会减心情的。但是呢，这个食尸鬼是很好吃这个东西的，所以一会儿呢，等他干完这件事呢，可以让他来吃这里我用了一个操作，就是选中他，让他干一个事儿的时候，摁住 Shift 然后摁右键，再让他干另一个事儿。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再让他去吃这个肉，他就会进行一个依次操作，摁住 Shift 按鼠标右键它就可以这样依次的去干一些事情，比如让它建造，也可以让它依次建造，让它砍伐，让它收获，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微操这是算是一个小技巧那当这些东西都搞定了之后呢，我们让食尸鬼吃完饭然后我们摁住 Shift 让它去打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生物技术 DLC 里才有的，如果你的这个地图上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 DLC， 你可以忽略这个不看但是如果你有这个 DLC， 建议一上来就先把它给它打掉。这个东西当它的耐久度降得比较低的时候会爆炸但是食尸鬼比较耐造所以炸了也没关系就不用管它，就不管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倒伏的巨石，这是异象 DLC 的内容。这个巨石呢，由于我们加了一个模组，它是可以搬运的，原版是不可能动它的。你如果是选了异象 DLC 开局呢，这个巨石在我们的整个地图的最中央而且呢，它强制规定几天之后这个巨石一定会被触发。那其他的开局呢，这个巨石有可能是在边缘的地方，并且你如果不碰它，它就不会被触发，这是有区别的然后这个巨石旁边固定刷2个尸体，如果你的小人没有这个文化的这个 DLC 的帮助的话，他看到尸体他不是漠视，他会减心情的。所以初始的时候呢，你看到地上有这种腐烂的尸体，我们在这里选择区域，选择一个垃圾储存区然后选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小人平常不会去的地方，先画一个储存区，然后在这里呢把允许新鲜给它擦掉，然后把其他的东西全都给它拆掉，然后只选择尸体。那这样腐烂的尸体就会被再选一个优先的优先级，让他们把这个尸体送到这个位置去，就防止你的小人经常看到它减心情，因为每路过一次都会看到这是减心情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的这个研究台造好了之后，这里会有一个缺少研究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点击这个研究选项卡，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体的这个研究面板我们的原版也好 DLC 的研究都在这里，这里是异象 DLC 的研究面板初始上来呢，如果你有生物技术 DLC， 我建议你选择初始，选择污染性发电。如果你没有，我建议你选择蓄电池用风力发电这是2种不同的开局思路，明显这个更强所以说 DLC 真的很强。好，这些都弄完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初始的这个空间实在是有点太小了。等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清除掉之后，我们要适当的把这个房间做扩大，因为这么小的房间的确是很不方便我们把这个房间做一个扩大，然后呢，这边我们还可以再单辟出来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可以用来做囚犯的房间。等后边有可以俘虏小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人关到这个房间里所以我们
就立刻就把这个房间再做一个扩大。然后呢，防止小人没事情干呢，我们先把切石头和研究的命令给它布置下去啊。切石呢，由于我这里是打了模组啊，你没有模组的话，你应该是只有这么几个选项啊，这几种石头。花岗岩是这个游戏中最硬的石头，做出来的墙它的耐久最高。大理石是可以加美观度的石头，你用来铺地板啊、做墙啊，能加很多的美观度，美观度高了，小人的心情会高啊。这是这两个石头为什么我说优先选的原因。我这里有模组呢，我们就可以把任意石块切成花岗岩，然后我们这里选择维持，摁住 Ctrl 键摁加号，能一次加几百个的加，我们就先加到610个，然后再选择详细。详细这里呢，我们选择放在地上，不要放到储存区，否则小人会一趟一趟来回跑，太麻烦了。然后不要限制工作的人啊，这里是可以限制工作，不要限制人。然后把搜索半径一定要限制掉，否则小人会去地图的最边缘拿一块石头回来切，很占用时间。我们先初始的时候画一个很小的区域，让他把周围的石头先切掉，以防止小人没事干，这样就可以了。初始的任务这就安排下去了。安排下去之后呢，我们研究的小人还没有干活啊。我们看看我们研究小人应该是谁？应该是我们的矿工啊，已经开始干活了。我们要抓紧把我们的这个发电给它发出来。有了电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后续的这些发展了。然后有了第二个房间和空间或者更大的空间之后呢，我们在这边再画一个新的储存区。这个储存区里呢，我们就要做一些筛选了。或者呢，等它切出一些石头，我们直接放那个置物架也可以啊。但是现在没有，我们就先算了啊。画了这个储存区后，我们先选择全部清除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只放烹饪食品啊、血缘包，然后在制成品里放这个织物、医疗用品啊、药物和成饮品，以及这个零部件啊，这两个零部件选上。然后呢，再在我们的这个原材料里边没有原材料啊。就主要就是这几个啊，食物啊，这个血缘包，然后再把在这边把这些给它擦掉啊，食物、血缘包，在制成品里边织物、药物、成饮品啊，这个零部件啊，这些给它擦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如果你看这些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啊，他们在老化中，因为什么露天室外，每6点每天啊，他们的耐久都比较低，比如说只有50，那就放不了几天就会坏掉啊。而有一些东西，即便是坏掉也没关系，或者是它坏的时间很慢，比如说这个原木，它每天才老化0.5，但它足有150啊，它需要300天才会腐烂掉，早用掉了，所以根本就不用管它啊。但是这些坏的比较快的又比较贵的东西，一定要赶紧给它放到里边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让小人去赶紧把这些东西运走啊。当他们有空的时候就会搬啊。这里就设置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看这个老大锤的怎么样了啊，才锤了一点点啊，先不着急。然后有的小伙伴就发现了，我这3个人我为什么造2张床，一个双人床，一个单人床？我们这里边就一个男孩，2个女孩啊，这太容易发生点什么了，是吧？我就打赌在今晚睡觉之前啊，肯定会发生点什么。没有的话怎么办？没有的话，我们到时候再教大家到时候怎么办啊。然后呢，这些都规划完了之后呢，接下来一件事，因为我们吃的就这么一点啊，沙漠没有更多的食物，我们要接下来就要种地啊。种地萌新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种地种的太大啊，种的太大容易让财富值爆炸啊，所以不要种的太大。我个人推荐呢，大概90格啊，90格左右，3个人90格左右足够了啊。我们就种这个水稻。水稻呢，它的生长时间只有3天，它比较快啊，这样我们可以快速的有食物的产出啊。然后水稻这个东西优先种在这种绿色的地方，如果是这种黄色的啊，你在这个肥沃度上看是黄色的地方，就不要种水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优先建议你去种土豆啊，就是选择这个种植区，这个默认的这个土豆啊。土豆对于肥沃度的要求比较少啊，但是它的成长速度也还可以，需要5.8天，也就是6天的时间才能长成啊。你如果有肥沃的土地，就是不是贫瘠的土地就种水稻，贫瘠的土地就种土豆啊，这两个区别。一上来千万别种玉米啊，玉米它的生长的周期太慢了，它的回本要用的时间太长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速度放得快一点啊，小人呢就会开始去干他们各司其职，因为我们已经给他们安排好工作了，他们就会各司其职去干自己该干的事情。然后我们要稍微盯着点这边的这个东西啊，因为到了10几的时候会爆炸，能不炸伤我们的食尸鬼就最好还是不要炸伤啊。然后把这里给它取消掉啊，让它显示着有点影响啊。然后在这边屠宰工作台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设置，选择屠宰尸体。由于我们是有文化 DLC 加成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小人都是可以屠宰培根的啊。如果你没有文化 DLC 的加成，你要用嗜血的小人或者心理变态的小人才能屠宰培根啊，否则会有极大的心
心情减益惩罚啊，这里需要注意啊。所以这里的工作者呢，一般来说我会用这个烹饪等级比较高的，因为烹饪等级越高，它屠宰出来的肉越多啊。这里呢我们就设置6以上就可以了，范围这里不用限制，因为尸体的数量是很少的。然后呢数量设置成不限次数，因为只要有尸体，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就给它宰掉啊。这里这样设置好之后，有尸体的小人就会来屠宰啊。好，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它的锤啊。今晚他应该就能把它锤完，落地第一天就把它锤掉啊，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东西来的袭击的难度是跟你的财富值挂钩的。我们刚落地的殖民地财富值是最低的，这个时候锤掉来的袭击是最简单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食尸鬼，打这个机械族是手拿把枪啊，非常快，非常好打啊。所以就很快就能处理掉啊。然后这边会掉落一个信号转发器，这都是生物技术 DLC 的内容啊。如果你没有呢，那这部分你就当没看见好了啊。然后我们回来，我们手操这个食尸鬼让它吃东西啊，因为这个扭曲的肉它实际上放不了多久啊，所以就能吃就赶紧给它吃掉。然后这个食尸鬼呢，你也可以不要让它闲着，比如说周围有一些挡的这个遗迹啊，像是这种东西都得用近战去给它攻击掉的，我们就让它去拆这个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党里已经选择了机械师，哎，真的没那啥，有人睡地上了，这没发生点什么啊？这有点那啥，我看看啊，我们可以在社交这个选项卡，我们看这个小男孩跟谁的关系比较好啊？哎，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啊。一般关系好的就比较容易发生恋情啊，有恋情成为一对了之后就可以睡一个双人床。但是昨天可能他的进攻欲望不是很强，没有发生啊。但是你肉眼可见的，他跟我们的这个大厨的关系比较好。你跟这个机械师去配对也不是不行，但是有可能后边他们俩会吵架，会出现问题啊。最好还是让他们关系就是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个去成为伴侣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矿工是吧？你既然有想法，你自己又不上手，我就帮你撮合撮合啊。我们就选择他啊，去看到我们这个大厨。这里呢是因为我们在基因里有一个基因叫做这个心灵伴侣啊。我看我能不能看到啊，在这里能看到，就是心灵伴侣啊，这个基因的一个特性啊，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跟他约会成功率是100%的这样一个选项，并且呢，有了这个心灵伴侣的这个基因的以后呢，他们两个成为了一对儿以后，在这个需求里啊，会有一个这个心灵纽带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加成，这个加成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比这个情人在一起的加成还要高啊，所以这个是很强的一个基因。当然，他们两个在一起很强，但是他们两个分开就会有心情的减益。反正这玩意儿都是一利一弊的，各有利弊的。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和这个需求啊。然后呢，他拆完这个东西之后呢，也要让他来处理一下周围的这些小动物啊。这小动物呢，在这溜达，一旦我们的农田长好了之后，它就会去啃食我们的农田啊，让我们的农田这个作物就长不出来了，这就不好了。我们要把周围的小动物都给它清理掉，也能转化成一个食物啊。当这片水稻种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稍微种一小片草药啊，大概种16格啊，我觉得也就足够了啊。选择种草药，草药是需要最低8级的种植等级才能种的啊，水稻是不需要种植等级的，所有人都能种啊。所以建议大家为什么初始一定要选择一个8级的这个技能的小人，也在于这里啊，最好有一个这样的8级。有人无事可做了啊，无事可做，让他去切石头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里，一上来呢，我们这个机械师的小人刚才不是已经拆了吗？忘了把这里处理一下了。右键它选择解码转发器啊，选择你要想成为机械师的小人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解码，你看看你的这个研究台有没有造出来，它必须要在研究台上才能解码。解码这个转发器之后，我们会接到一个任务，我们去把这个任务给它做掉。这个任务跟我们的财富挂钩，越早做越好啊。你可以看到这里初始来的这个敌人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这里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这个选项卡，就是这个任务选项卡。如果你比如说这里错过了，你找不到了怎么办啊？在这个任务里，你就能看到这个历史的任务。在这个历史任务里呢，建议大家把这个奖励偏好里，把这个好感度的这个偏好全都给它擦掉。也就是说，我们不以好感度作为任务的奖励，荣誉点数保留，其他的好感度都擦掉，因为好感度不值钱啊。任务奖励最好用实际点的，给实物啊，别给我画大饼，给好感度就有点像画大饼的感觉啊。我们就选择接受这个任务啊。这个时候呢，就会从天上啊。我们把这个小地图打开啊，就可以看到从天上掉下来了一个飞船啊。这个飞船呢会伴随着一个机械族的单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让我们的老大去打一下就好了。
这里呢掉下来的这个机械族呢，我们选择选中它，然后去看这个，你会发现它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范围，它用的是这个火焰冲击枪啊。机械族大多数的远程机械族都是弱近战的啊，而我们的老大近战就很厉害啊，就让他去打就好了。这机械体当一个远程被拖入近战之后，他就只会跟近战拼近战，就拿自己手里的枪去枪柄砸他，因为当有一个近战靠着这个远程单位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射击了。这对于我们殖民者来说也是一样，对我们的小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让你的远程离近战单位远一点，让你的近战单位尽量的去贴近敌方的这种比威胁大的远程单位，他就开不出枪来了。这是一个小技巧啊。那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食尸鬼，食尸鬼很强的啊。食尸鬼最强的地方是在它的健康里有一个再生超乎寻常，它每天可以自行恢复100点血量，所以很厉害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用机械师选择提取机控中枢啊，这都是生物技术 DLC 的内容啊。如果你没有这个 DLC 呢，你就没有这些玩意儿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就是前期发展慢一点，也都能玩的啊。有啥咱就用啥就可以了。然后一旦我们的小人进入战斗了以后，这里会自动的把它调成1倍速啊，不用管没关系的。提取出来，然后我们 R 键一下，它就会把这个东西没扔到地上。在身上啊，选择装备啊，把这个东西丢下来。我这个装备的界面呢，可能跟大家的长得不太一样。我这里是用了一个 RPG 风格的一个装备栏的界面啊，大家的风格跟我长得不一样，但是功能是一样的。这边可以摁这个箭头，把它身上的东西给它丢下来啊。丢下来之后呢，我们给它就在这里了。这个东西叫做机控中枢，选择你想要成为机械师的小人，选中它，右键它，然后植入机控中枢成为机械师。你这里可以稍微存一个档，我不知道能不能 SL， 但是如果可以 SL 的话，你可以存一个档，因为这里会随机给我们第一个机器人小人啊。比较好的是，完了又是建造机。比较好的是搬运机和清洁机啊，建造机是最拉的啊，建造机是最拉。我又来了一个建造机，行吧，我也没存，就这样了啊。然后呢，这个机械族下来了以后呢，你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操控面板就会多一个机械体的这个面板，这个面板呢就是我们机械师才有的。然后你的机械师的小人这里还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格子叫做带宽，带宽的数量代表着它能多控制多少个小人。像我们这种小型的机器人只占1格带宽，它就质量1点，我们最多可以控制6个小型的机器人啊。现在我们还造不出机器人来，没关系啊，选中这个机器人，我们在这个工作模式里进行更改啊。这里我用了一个模组啊，原版的工作模式特别的拉啊。我这里用了一个模组，我这里选择工作并充电啊。这里呢，它有工作的时候它就会工作，没工作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待机，待机状态省电，还能缓慢的增加一点电力啊。因为我们现在电力还很紧张，所以选择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模组还配套了一个叫做机械的休眠区啊，我们还可以给它画一个休眠区，它就会自动跑到这个休眠区里来进行充电。我们给它征召再那啥一下，就是刷新一下它的状态，它会跑到这个休眠区里来充电，这样呢方便我们去找到它啊，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件事儿。因为有殖民者无事可做了，为什么不切石头？他在切啊，一个在研究，一个在切石头。那我们另外一个人呢，可以去拆一下周围的东西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的一件事呢，就是有关财富啊。这个游戏呢，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最重要的就是袭击啊。袭击跟什么有关？跟你的这个整个的殖民地的财富有关。财富怎么看呢？这边有一个历史，选择统计数据，这里就可以看到你整个基地的财富值。它分为当前的物品、当前的建筑、当前基地的人所占用的财富值是它的总和啊。财富值越高，袭击的难度就越高。所以在这个游戏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如何在尽可能的提高你的这个实力的同时，不要涨太多的财富。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后边再一点点给大家讲啊。但现在先说的一件事情就是，由于我们初始上来的小人就只有一个人有一把武器啊，所以我们为了有更多的武器武装自己，我们需要第一桶金啊。那第一桶金怎么来呢？第一桶金有几种来源，一是呢，有的如果你选了不同的叙事者开局，比如说迫降开局，它初始会给你一些白银，白银是这个游戏的货币，你就可以拿着这个货币去买东西啊，这是最简单的。我们的这个难度下呢，它没有给这个初始的这个货币啊，我们把这个放的大一点，有些东西没搬进去啊，没有给一些初始的货币，那没有办法，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钱来花一花。那最简单的找钱的方法呢，就是用我们原版，这边原版有一个功能啊，这是原版的功能啊，不是模组的功能。点击这个放大镜，你就进入了搜索界面，在这里，比如说我们搜一下银啊，发现没有？我们再搜一下金。
这个地图就很好，初始是有一定数量的金矿的，那这金矿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一桶金，我们就可以买好多东西了。那有的小伙伴就说不行，你这玩赖啊，你这太玩赖了，这个不没有普适性啊，因为有的地图里没有啊。金银都是比较好的，翡翠不是特别好，因为翡翠太重了，它不太适合啊。金银都是比较好的第一桶金，我这边有2块啊，还是很不错的啊。那如果你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你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开盲盒啊，在这个每个大地图上呢，都会有这种叫做远古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它表现的就是在这一大堆石头里，但是它是人造的这种墙，你就能看到啊。有的地图呢，它可能还不止一个，有的地图可能有2个。我们的地图你看我也见过有3个远古威胁的，这个东西就叫盲盒啊，里边呢有可能有敌人，有可能就只有很少的敌人，但是有很多的财富啊，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开这个第一桶金啊。那看来我这里一共2个盲盒，那开盲盒之前一定要存档啊，不存档你这盲盒开出一些不好的东西很难受的。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选择我们的大厨和我们的老大啊，先来去开这第一个盲盒，去找这个第一桶金，为我们的装备做努力啊，否则我们就一个人有这个武器，真的来袭击实在是没办法弄啊。选择这个墙，选择拆除啊，占不占有都无所谓。然后他要吃饭，那就吃吧。在地上吃饭是会减心情的啊，你可以看到需求这里，在地上吃饭啊。孤身入眠是我没给他选床啊，我们在这个床里把这个床的地方设定拥有者，把这个机械师和我们的看啊，我们是矿工和大厨是吧？不是对啊，矿工和大厨啊，我们矿工和大厨只到一个床上就不会孤身入眠了啊。然后我们再选择他，让他去拆。这边第一次靠近会告诉你这是远古威胁啊，这算是系统的慈悲，给你一个提醒啊。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什么啊？18个魔鬼素啊，这个动物脉冲发射器，一个高级零部件啊，就一个小破机械组啊，非常的简单，又是我们刚打过的那个。但是我们的殖民者，我们小人不要，哎呦我去，差一点，我们小人不要靠近啊，因为我们小人的这个会被烧伤的，烧伤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伤，是比较容易感染的啊。但是这个什么无所谓啊，这个食尸鬼无所谓啊，食尸鬼是没有感染的这个说法的。你干什么去？我让你灭火，没让你去，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可能是我们灭火的这个动作啊，让他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判定。我们赶紧把这个东西灭了啊！这个东西不灭掉会把这个烧起来了，包括这里，他在地上喷了一些可燃物啊，赶紧灭掉。这个灭火有的时候是会把自己燃起来的，你看到这个火星子啊，有的时候会灭不掉。我们这里火已经很大了，我们在这里添加居住区啊，只有居住区着火了，你的殖民地的小人才会主动来灭火。然后我们这样一下，让他赶紧过来灭火啊！别了啊，你让他去我们选中这个小人，选择无视啊，选择无视，这样他就会去灭火啊。赶紧来！好，这边已经那啥了，我们赶紧来，别把我的高级零件烧了。好，灭掉了，把这也灭了。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低温休眠舱，里边有可能有活人，也有可能是个死人啊。活人有可能是敌人，所以我们开这个休眠舱的时候，要让我们的食尸鬼站在旁边啊，看看是不是敌人。是个尸体啊，尸体就不用管了。那我们再开一下这个密封舱啊。那初始的这个盲盒就给了一笔第一桶金啊。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我们的这个财富，你可以看到猛涨了一波，涨了5000啊，就是因为整个这个里边，只要你打开了这里的东西的财富就都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开之前一定要想好啊，你要怎么转化这个财富，你不想好的话呢就很难用啊。然后这个东西调出来的是一个蓝图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的界面上有一些科技。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特殊的符号在这里啊，这里就是需要蓝图才能解锁的科技，这里解锁的就是这个蓝图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应用一下啊，有人在使用研究台，那用它来，没关系啊，直接搬回去好了。那我们就搬运一下好了。好，食尸鬼可以回去了，把这些都取消禁用啊，然后他们把它拿回来，那这个盲盒就算开完了。然后呢，这里开完了之后不要着急走啊，我们可以用一下命令，在这个地板里移除地板，
地板什么的都是占财富的啊，把这个地板移除，然后我们的建造机器人，这里属于建造的工作啊，建造机器人会来做的，你先别干了，你先把这些东西给我搬回去。然后这里不是出现了一个尸体嘛？这个尸体是新鲜的啊，这个休眠舱给的这个尸体都是新鲜的。我们小人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可逆的伤亡的时候，你想让他不要立刻死掉，你也可以考虑把它扔到这个低温休眠舱里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后备的计划啊，所以我们可以等着到时候用啊。然后这里我们赶紧吃一下这个扭曲的肉，眼瞅就要烂了啊，让吃顿饱饭再烂。然后小人呢就可以开始屠宰这具尸体了。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殖民地这些地面很脏啊，是因为我们没有画居住区啊。我们在这里呢把这个地方都画成居住区，小人就会自动的去打扫这片环境了啊。好的啊，那初始的我们已经迫降了，这是几天啊？2天还是3天啊？构建了一个小小的营地，种下了食物，解决了我们衣食住行娱乐等等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啊，也去开了一个小盲盒，这个盲盒里的东西，哎呦，44个黄金不错啊，他本来不咋值钱，但他身上的东西值钱啊。这个东西有了这第一桶金之后，我们接下来呢就准备去给我们的整个殖民地换置一批新的武器啊。那这部分的内容呢就多得留到下一期啊。如果你觉得视频有所帮助，觉得小美讲的还不错，很详细啊，别忘了给小美个3连，3连越多更新越快，下期节目更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